7号，美日澳菲4国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不同于以往的互相敬礼、拍照合影，此次各国出动军机、军舰，动真格地开展反潜、舰船通讯等实战意味浓厚的训练，炫耀武力、剑指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且时机选择在下周美日菲3国首次三边峰会前夕，这其中有何关联？中国解放军的反应又传递了什么信号？来看报道。4月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巡。南部战区称，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当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4国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海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舰船通讯、编队航行训练等，宣称目标是加强4国防务力量在理论、战术、技术和程序的互操作性。据日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护卫舰蜀号，美军派出滨海战斗舰莫比尔号，菲律宾出动巡逻舰德尔毕拉尔号和艾卡拉斯号，澳大利亚则出动瓦拉蒙加号护卫舰和1架军机。据悉，菲律宾防长还向美日澳3国表达了每年与他们举行几次联合演习的想法。外界注意到，这次演习除了有不少实弹科目，还加强舆论造势。联演前一天，4国国防部长罕见公开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此次联演是为了展示就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加强合作的所谓集体承诺。虽然声明全文没有提及中国，但菲律宾星报报道指出，美日澳菲4国在南海海域演练抗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This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of Manila with its allies is expected to be firmed up in a trilateral summit in Washington. 4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共同举行3国首次首脑会谈。美媒曝光，这次会晤包含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武装菲律宾的议程。经济方面要增强对菲律宾的半导体、数字科技和通讯产业的援助，军事方面则主要针对南海。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罗穆亚尔德斯3号透露，首脑会谈期间有望就南海海军联合巡逻达成共识，这意味着美日菲未来将在南海同时进行海军和海岸警卫队2个框架下的所谓巡逻。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他将对东南亚地区的这种拉拢作为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个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么在前期的这个政策呢，它这个成效并不是很显著。那么从去年到现在的整个一个政策基调呢，拜登政府开始向这种逐渐的，就是说强化对菲律宾的拉拢。那么美国呢也想企图通过这种将菲律宾拉入这种层层嵌套的这种小多边的方式呢，将菲律宾打造成为整个第一岛链这个对华扼压围堵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鲍志鹏对深圳卫视记者分析，美国印太战略将菲律宾列为支点，日本和澳大利亚也想借助菲律宾这个支点来增强他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同时也向美国输诚。而在去年，日菲已经就部队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达成共识，并有意将双方安全合作级别提升至同盟国水平。值得警惕的是，在与美国、日本关系日趋紧密的背景下，菲律宾不断扩大在南海挑衅的范围及频次。继在仁爱礁、黄岩岛、铁线礁等海域滋事后，菲律宾又瞄准了另一个目标后藤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4月4号，菲方组织多艘船只非法为中国南沙群岛后藤礁邻近海域活动，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现场操作专业规范。甘宇指，中国对包括后藤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非公务船打着所谓护渔幌子，非法侵权挑衅，组织媒体蓄意煽吵误导，持续破坏南海稳定。我们正告菲方，任何侵权伎俩都是徒劳。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常态维权执法，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后藤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试烟礁，试烟礁是海图上深度基准面处刚好被淹没的礁石。后藤礁位于里约潭和安塘滩的南端或后部，而里约潭盆地是石油富集区，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都较高。2011年，菲方也曾在这片区域挑衅。这个马克思上台以来的话，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新一届政府呢，基本抛弃了之前杜特尔特执政时期采取的这种缓和中非关系、稳定南海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路线。这一轮的这个新的这种在岛礁上的争端呢，其实也是菲律宾的这种政策的一个延续。美日澳菲4国海空部队周日在南海相关海域举行联合海上演习。那您如何看待上述4国的最新动作？解放军南部战区周日发布公告称，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那如何解读这份尖端有力的公告呢？是的，程倩，如果从实、度、效3个层面去分析，这场演习确实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时机当然是敏感的。眼下，在南海部分岛礁及附近水域，中国与菲律宾的海上摩擦已经呈现出持久化、日常化的特点。中国海警常态化警戒巡逻，菲律宾小船经常性碰瓷儿，上午喊话对峙，下午是水炮驱离，时不时再来一下碰碰船。在这样的僵局当中，一些域外国家公然跳出来在南海搞什么4国联合演习，为菲律宾站台的意味实在是过于明显了。力度与分寸也是微妙的。虽说是4国演习，4位国防部长发表联合声明，乍一听好像是来势汹汹嘛。可是看眼参演兵力，4个国家拢共5艘军舰。细看一下兵力成色，美军来的是一艘滨海战斗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来的是一艘村雨级驱逐舰，澳大利亚则是一艘护卫舰。倒是主角菲律宾海军派出了为数不多的2艘大舰。2艘舰龄加在一起超过100岁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这分明是个草台班子嘛！真要闹起来，这5艘小玩意儿根本顶不住我们在南沙岛礁上的反舰火力齐射。但是在我看来，参演兵力的成色是次要的，关键就在于美国试图将上述几个国家聚拢在一起，妄图形成一股联合对抗中国的势力，在南海与我们持续博弈。南部战区的公告简短有力。短短2句话直切要害，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这是我们对美日澳菲南海军演的精准描述，直击对方意图。你想碰瓷儿，想炒作，我偏不给你舞台，我不给你照刺的机会。你搞演习，我就组织联合海空战巡。你想耀武扬威是吧？我便秀秀肌肉。我们在军事上对等处置，对内不失国格，对外不辱礼节。这便是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处事原则。外媒看得真切，法广的标题非常有趣：美日澳菲首次南海联合演习是拜登的又一出拿手好戏。所以你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国际社会对美国这套把戏早有公论。正如我上周在评论中谈到的，美国非常想在亚太地区找到支点国家。这些国家能给美军的前沿存在提供落脚点，能为美军介入域内局势提供热点、爆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菲律宾在历史上一度扮演过这个角色，如今在小马克思政府的主导下，正在往这个角色上回归。